你把丹川郡主给气走了。费西多还是知错了。你们才成亲多久啊，就把人给气回娘家了？你是怎么做到的啊？你知不知道上官家的姐姐是丹川川主？还是知道，还是不是故意的？哎，行了，别吞吞吐吐的了，快说呀！啊，其实那一天，哎，我还有一个这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能不能答应？说，就是，是这样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能不能同意我这个纳妾？我就拿一个，我们两个单独过，然后你自己过，你想怎么高兴你怎么高兴，绝不动摇你的位置，行不行？行啊，真行！吓死我了！你太痛快了，上官，太讲义气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你不知道，当时啊，川夫人给我物色了2个燕川的女子，哇，那真的是，哎呀，怪不得都说呀，是女子最好嫁的地方，个个都跟好家一样，哇，那是温柔如水呀。还有一个银川的姑娘也不错，说话声音软绵绵的。哎，要不然跟要，你想纳妾是吧？我，哎，你现在就给老子滚，给我滚去纳妾，那把24个老子打断你的腿！这就是那天发生的事。逆子！你现在就滚回丹川去，尽快把上官家给哄回来，哄不好不许回宫。是。若是惹怒了丹川主，引起2川征战，孤哪里是问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新川主敕令，念6少主承办中秋宫宴有功，德行昭昭，故着6少主尹真协同5少主前去丹川，息丹川郡主雷霆之怒，以免徒增2川争锋，不日启程。儿臣接旨。主上还有言，眼下丹川的水患治理已经完成，百姓的生活也已恢复日常。6少主正好可以过去看看情况。是，我还有一事强求，这劝和理应有女眷相陪。望总管带我觐见，请主上解了济川李氏的禁足，让他随同我去。主上英明，早已想到此节，言明6少主若有此意，那便这么办。谢主上。告退。没想到5少主刚成完不久，就闹出这么大事。收拾行囊，去丹川。是。哎呀，辛苦六弟妹陪我跑一趟。你这刚新婚不久就想着纳妾，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你这可是一杆枪，你真了不起。你行啊，这是提了一嘴，没想到一句话把我自己送走。上官就是被气着了，5少主去劝劝他就好，以后也别这样了。他一个人在新川很不好受的。是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妹，你把我行李放上去。哎呀，那就这样，这一趟我就当是去远游了。咱们一起去丹川，打马吊，吃辣菜，感受一下坠玉之乡的风情。出发！哎，这，哎，上午。哎，走。哎呀，哦呀，丹川这个蛮荒之地，还以为一路上游山玩水，结果连个铺子都没有，总算有饭店了。哎呀！哎呀！
哎呀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小二，哎，快，哎，要点什么？给我来一个白玉无瑕。什么？这外面不叫白玉无瑕，馄饨啊。他要一个抄手。抄手嘛。念书堂的时候，静静教过一些单纯话。哦，抄手啊，有是吧？有就行。再来一个内有乾坤，是吧？包子。小笼包。小笼包啊！啊，最后再来一个这个玉液琼浆，赶紧上，快饿死了。那不是你说什么？我怎么这姑娘她到底在说啥呀？你这哎呀，他应该是想喝酒。不是酒，不是酒，哎，就那个白的，那个稠的豆腐脑儿。哎，豆腐花儿。哎呀，豆腐花就豆腐花嘛，还玉液琼浆，我还以为是你的脑花嘞。他怎么这个态度啊？在院子里的时候，从没听过这些乱七八糟的菜名。这名字太故弄玄虚，我就让宝强改了。哎，来了，哎。哎，小二，不对，我们要的不是那个馄饨吗？这就是馄饨嘛。啊，他们这个馄饨就这样，这里叫红油抄手。请，你先来。反正是馄饨是吧？是。哇，哎呦，辣！哎，不行，哇！来，你尝尝这个，这应该够辣。哇！喂，红的，我以为这红糖的是辣椒，这是。你怎么豆腐花怎么也做辣的呀？吃不来就不要吃，男人吃不来辣子，生不出女子啊。这包子白的应该不辣。对，包子不辣。这人废了。这单春跟新春还真是不一样，女子们都自由自在的，上街也不用带木梨。辛苦你陪我跑这么远。我爹爹跟我说过，人应当行万里路，看看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过日子的，然后取长补短，过好自己的日子。小婷来啦！哎，慢慢小心一点。谢谢苏长官。哎，不客气。啊，丹川宫建于水上，车是进不去了，只能坐船入，所以辛苦二位少主和侧夫人，咱们走两步啊。行，那快，赶紧进宫吃饭，我都快饿死了。走。哎，好热闹呀！早在《九川异闻录》中看到，说风平浪静之时，单纯的男女就会在水边嬉戏，果然是真的。看来水患已经解决了。那是自然，那少主亲自出谋划策，哪有不解决的道理啊？少主英明神武，药到病除，手到擒来，圆满成功。胡言乱语，语无伦次，真应该送你去上学。苏总管说的没错啊，少主是认真的思考了，在这里受灾的群众需要什么，所以才想出的解决办法。就是嘛。哇，哎呀，该说不说，这儿的姑娘是真水灵了。哎，你看这边。今天一个都不许走，一定给老子血战到底！这是什么人？真是太吓人了！这，让你妈呀，太凶残，太残忍了！这人，夫人，我们知道错了。你们几个也不回家做饭，让老袁喝西北风啊！老刘啊，不知为何，我来到这儿感觉膝盖发软。早就听闻单纯的男子都是怕老婆，
以照顾老婆为荣，忤逆老婆为耻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是感觉这有一群上官英，知道吧？这地狱，这就是我说这我不行，我得回家，我真的。哎，武少主，二位少主请留步。我给你哪儿？谁呀？不知道。在下丹川上宫司徒景，特奉主上之命前来相迎。别！